深圳中产返贫的新四件套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？就过去这几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深圳的中产已经明显低调了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人已经返贫了。以前我们所说的什么贷款买房、老婆不上班、孩子上国际学校，但是在深圳现在是有新四件套的。这四件套分别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叫做高位接盘买房。就是像以前的话，像很多人贷款买房，那时候如果说房价上涨的话，你贷款无非就是说让自己平时的生活过得紧一点嘛，但是迟早这个价格还是值回来的，或者说有些人后面还可能赚了。但是高位接盘买房不一样，比如说在深圳，就是在2020年或者2021年期间买房的这些人，都是属于在最高点买房的。最高点到现在的差别有多大呢？那深圳的房价呢，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里面，就是大部分已经跌去了1/3，甚至1半以上。你像南山诺德假日花园，最高的时候是15万一平，现在的话挂牌价是7万一平。大家想想，这已经不是腰斩的问题了。网上有个人说，这种比腰斩还往下一点的，这种属于什么？叫做卵斩。高位接盘买房有多恐怖呢？就网上有人说，如果你在路上被人抢了，你都不可能变成负数，但是高位接盘买房可以。然后第二个就是高薪失业，就是如果说过去10几年里，深圳有多少中产因为高薪致富的话，那么过去这几年里则变成了有大批的中产高薪失业。就是深圳曾经工资最高的几个行业，什么地产、金融，还有互联网，这些行业的话，动不动年薪都是几十上百万的。但是在过去几年里，就是地产的话属于团灭了。然后金融的话，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面，金融行业的这些工资基本上是降了差不多有一半了。互联网的话就更不用说了，35岁大好的年纪，然后就被公司早早毕业了。所以说这些行业的从业者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在他们高薪工作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这种日子会一直下去，所以就会导致他们去贷款买房，或者说盲目的消费一些东西。然后当这个工资突然断了以后，这种高薪不再继续，所以说自己的生活一下就变得非常的困难。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创业失败。深圳的话曾经是创业之城，就是过去这20多年里面有无数的创业公司，当然确实也出现了一批比较出名的成功的一些创业公司，但是在这些成功的背后，一定是更多失败的这种创业公司，就是尤其过去10几年的话，其实创业的环境还会好一点。但是这几年创业的话是越来越难了，就像深圳很多人做外贸，如果说国外平台的这些规则一变，你的库存全部都得烂在手里。还有很多人进行这种低门槛的创业，比如说餐饮，比如说在商场里面去做餐饮，然后像这种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里面，其实大部分的都倒闭了。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投资理财失败。其实对于大多数的中产来讲，手里还是有一些闲钱的，但是很多这种中产呢，为了就是追求这种高回报，所以就进行一些投资。你像深圳过去这些年很出名的这种暴雷事件，有什么鼎益丰啊，还有包括你像深圳连水贝这种黄金都能爆雷的。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就相当于你投出去的资产完全打了水漂，这样子的话也就直接就返贫了。所以说总结下来，这个时代发展是很快的，深圳这个地方更是就是曾经你坚信不疑能够一直赚钱的东西，到后面很有可能就会让你负债累累。那现在所谓的这种中产返贫3件套也变成了这种新的4件套。那现在深圳的中产也确实比以前低调了很多，因为这个互联网的发展，就是很多人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个社会随时的一个变化。所以现在深圳的中产到底在干什么呢？就现在网上又开始流行一个新的词语了，叫做什么微退休。